能给富婆拎包到底有多爽？不仅能住顶级豪宅，享受最贵的牛排，去奢侈品店替富婆拿货，顺带看上的名牌衣服和包包也可以随便带走。因为安娜清楚的知道这个花钱如流水的富婆根本不会查账，并且安娜还知道自己的男友正在和富婆秘密往来。可她不但没有吃醋，反而和男友蔡司一同搬进了富婆家里。每次看到老女人和蔡司有说有笑，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安娜知道只要搞定这个老女人，她也算半只脚踏进了上流社会。可富婆每次聚会都只把蔡司带在身边，对她却嗤之以鼻。忍无可忍的安娜只好主动出击。这天早上，她赶在富婆之前起了个大早，故意在富婆刚拍下的画作面前卖弄艺术学识。见不起眼的安娜居然看得懂波雷的画，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波雷的粉丝。无时无刻都在吹牛的安娜张嘴就来说自己的老爸早年间很喜欢波雷，家里挂满了他的名作，自己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波雷。富婆一听顿时对安娜改变了态度，主动邀请安娜和自己一起逛街。要知道能陪这种顶级富婆逛街的不是商业大佬就是名媛贵妇。在聚会上，安娜头一回见到那些只在新闻里出现的人物，尽管她故作镇定，但内心还是有些许紧张。为了拉近和这些名媛贵妇的距离，安娜当场百度了他们的资料，发现以富婆为首的几大名媛成立了多家基金会，而这可是有钱人圈钱惯用的手段。安娜瞬间受到启发，说自己在德国也开了多家慈善机构，如今想在纽约也开一家。对于她的话，富婆只是敷衍几句后便将她晾在一边，因为想要在美国开基金会和德国可不一样，不仅要有人脉，还需要在商圈和政界有一定的地位。现在她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男友，想让他帮忙说服富婆出钱投资，可是却怎么也打不通电话。此刻安娜才意识到蔡司肯定有事瞒着自己，急忙来到她的公司，这才知道男友不但欠着员工工资，就连公司的房租都已经交不起，为了躲债已经跑回了老家。知道男友也是个假家伙，一向只有他忽悠人的份，哪有他被忽悠的道理。几经辗转下，她找到蔡司的老家，质问为什么要骗他。男友表示如果不冒充富二代的身份，他连现在这些东西也得不到。蔡司请求安娜不要将真相告诉富婆，因为只要再等2天，他就可以拿到富婆的500万投资，到时候他会带着安娜远走高飞。可是安娜岂能看得上这区500万？她表面答应了男友，背地里却告诉了富婆真相，还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，说是让老爸投资的1000万也血本无归。虽然她深爱蔡司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到处坑人。果然得知真相的富婆不仅一脚踹了蔡司，对安娜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，不仅带着安娜参加各种酒会，还主动向朋友们推荐安娜的基金会。有了富婆的站台，安娜的身份也水涨船高，转眼就成为上流社交圈的新宠。安娜用着富婆的名义买下限量版包包和大牌衣服，穿着华丽的去银行贷款，只要能贷到4000万，她就能租下纽约最贵的写字楼。如果能在这里办公，就不怕没人给她投资。谁知白天刚去银行交了贷款申请，晚上富婆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，说和奢侈品店对账时发现有价值80万美金的东西对不上账。安娜闻言心中大惊，她知道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当晚就收拾所有的家当，连夜跑路。她之所以这么大胆的用富婆的名字消费，就是笃定富婆即使发现了也没脸报警。现在有了这身奢侈品加身，再加上她信口开河的谎言，富商们对安娜的实力深信不疑，纷纷表示要投资她的项目。现在安娜只要拿到4000万的投资，就能租下这栋纽约最贵的写字楼。然而只靠一张嘴根本没人愿意投资她，就连向银行贷款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担保人。于是安娜盯上了金牌投资人光头哥，他自信满满的描绘着自己的商业蓝图。可在内行人看来，安娜既没有做市场调研，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全靠着一股脑幻想自嗨。这么大一笔生意，他可不放心替安娜做担保。在光头哥的多多发问下，安娜只能灰头土脸离开，但她可不会轻易放弃。在发现男人还有个年龄和自己相差无几的女儿后，安娜瞬间灵感迸发，她褪去小香风套装，换上职业女性的装扮，再次找上光头哥，一脸委屈地说：“如果您的女儿和自己一样正在创业，却因为稚嫩的外表总是到处碰壁，她会不会心疼？”果不其然，女儿总是父亲的软肋。这番话给安娜迎来了10分钟的自述时间。两人迅速敲定大盘后，安娜还给光头哥丢下一张邀请函，让他到现场见识一下自己的精英团队和顶级朋友圈。夜晚的聚会中，安娜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各个大咖之间，而她只需要动动嘴皮装大款，就轻而易举地成了派对上的中心人物。如此熟稔的行为让光头哥不得不相信她的身份。对于富人来说，人脉就象征着源源不断的金钱。如果安娜真能把基金会做起来，放眼未来她也能跟着喝一口汤。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光头哥仿佛被洗脑般，在1分钱都没收到的前提下替安娜卖命了整整2个月。他干劲满满，坚信安娜一定会成功，随后更是毫不犹豫就给她签下了400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。这期间，光头哥和安娜在德国的基金管家通过无数次电话，各种专业问题和资料都堪称无可挑剔，贷款很快就进入审批阶段。可实际上，所谓的管家就是安娜自己。她在网上花了不到10美元买了张虚拟电话卡，绑定德国的 IP 地址后，使用变声软件开始伪装。而安娜的手段还远不止这些，为了认识更多豪门人士，她通过朋友的朋友搞到一架直升飞机就要四处演讲，但直到起飞前，机场的工作人员仍然没有收到安娜的汇款。面临质疑，安娜趾高气扬地说道：“钱我已经打过去了，还没有收到的话，那就是你们网络系统的问题。”说完便以急事为由潇洒转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作为社畜的工作人员也拿他没办法，毕竟富二代花钱都是大手大脚。或许安娜只是粗心大意，钱肯定会到账的，但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安娜的常规操作。然而更绝的还在后头，她穷得要死，却敢住5星级酒店，二郎腿一翘，那架子摆得比谁都大，骗来的钱也全打发给服务员当小费。经理黑妹很快就注意到这名富婆浑身上下全是大牌，还夹杂着外地口音，她自然而然把安娜当成了来美国旅游的贵妇，转身就将她标记为尊贵的 VIP 客户。为了在安娜面前刷好感，拿到更多小费，饭点还没到，黑妹就提前给她预留最好的用餐位置，甚至
自掏腰包给安娜送去上千美元的香槟。这一系列举动果然让安娜注意到他，送上门的服务不要白不要。安娜故意让他帮自己打印租赁纽约最贵写字楼的文件。当黑妹看到这些天价的金额，果然对安娜顶级富豪的身份深信不疑。那之后黑妹服务起来更加用心，还把安娜的大名直接放进酒店的 VIP 资料库，以至于纽约各大高奢场所的服务员姐妹们一传十十传百，瞬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德国小富婆。为了巴结安娜，不停地让她挂账，1分钱不用花就有人把大包小包的奢侈品给送回了酒店。就这样穷得叮当响的安娜一跃成为了曼哈顿富人圈的新晋名媛，凭借着热乎的名气，她免费享受着顶级的富婆生活。而且短短1个星期，安娜给黑妹的小费加起来有厚厚1沓美元大钞。因为黑妹办事利落，很会看人眼色，当安娜被合伙人骚扰却不好撕破脸皮拒绝时，她总能找到委婉的理由帮助安娜顺利脱身。这样一来二去，她颇受安娜青睐，就连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豪华聚会她都能体验一把。而有钱人的支付方式更是令她大开眼界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卡丢在桌子上，安娜只需要闭上眼，在里面随便抽一张，近百万的消费很快就有人替她买单。安娜还主动给黑妹买了很多名牌衣服，带她一起体验贵妇级的私人桑拿。接地气的行为和友善的态度迅速俘获了黑妹的心。虽然一开始她只是想赚安娜的小费，但现在她真心把这个富家小姐当朋友。不得不说，安娜俘获人心真的很有一套。但酒店不可能一直不找安娜结账，安娜现在只要拖着时间等银行4000万贷款到账，就能成为真正的富豪。可事情并没有一直往她计划的方向发展。这天，酒店老板的儿子来开会，黑妹为了得到富二代的赞赏，说自己把安娜服务得很好。2个富二代听得一脸懵，不知道安娜是谁。黑妹赶忙提醒安娜是交了定金要租下最贵写字楼的那个德国女人。可富二代压根没有听过这件事，而且他的父亲都是安排客户住特定豪华套房，而不是普通的行政套房。此刻黑妹才开始怀疑安娜的身份，但当她来到安娜房间问她为什么老板儿子不认识她时，安娜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自己是和他爹签的合同，儿子不认识很正常，还说自己是想低调才拒绝了酒店老板开的豪华套房。看她一脸自信的表情，黑妹又信以为真。谁知刚进后台就听到财务的人说安娜入住时填的信用卡号是错误的。黑妹认为只是不小心填错，让财务经理不要多想，他会帮忙要到安娜的卡号。可此时的安娜却想着怎么要回之前给黑妹的小费。夜晚2人吃饭时，安娜拿出停掉的信用卡，一次次刷不出钱，还怒斥一定是餐厅的刷卡机有问题。黑妹不想她闹得没面子，只能替她结账。但算着安娜给自己的小费越来越少，在酒店欠的账单又越来越长，黑妹开始心慌。她这才知道安娜住进来之后买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结账。她怒气冲冲地找到还在潇洒购物的安娜，质问她为什么要假装有钱人欺骗自己，并让安娜赶紧把拖欠酒店的房费付完。眼看银行的4000万贷款就要到账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安娜不敢露出马脚，敷衍几句稳住黑妹后便将她打发走。可当安娜返回酒店时，却被主管告知，在付清费用前，她房内所有私人物品都将被暂扣。现在的安娜都比脸还干净，哪有钱结账？就在众人以为安娜要进去吃牢饭时，很快她又逆风翻盘，开始了下一站忽悠之旅。紧接着，安娜和酒肉朋友们来到摩洛哥度假，海冲大款包下整层花园套房。可一到她买单，不是手机没电，就是银行卡出了问题。作为闺蜜的大波浪只能替她擦屁股付钱，但安娜的奢侈消费，作为打工人的大波浪实在负担不起。面对闺蜜的疑虑，安娜不但没有心虚，反而理直气壮，承诺等自己的富豪老爸月初给她零花钱，就会把钱还给大波浪。可实际上，安娜哪有什么富豪老爸，甚至连个干爹都没有，只能不停地催促银行经理抓紧给她放贷。经理告诉她贷款申请已经批准，现在只要去德国找她的富豪老爸确认身份后就能到账。安娜听到这个要求顿时五雷轰顶，因为她的老爸只是德国最普通的货车司机，如果4000万贷款不能到账，就意味着她的假名媛的身份将要曝光。分文没有的安娜只好打电话给还没有骗过的健身教练，哭着说她在国外被抢了，身上连半张信用卡都没有，请求他帮忙买一张回国的头等舱机票。没想到他回国后又哭着找到健身教练黑姐，说身上没钱，并且新办的银行卡还没有送到。在黑姐面前扯了一大堆理由，最后才表明来意是想在黑姐家住上一晚。起初黑姐拒绝了她，因为男朋友也在家收留安娜的话会不方便。可安娜现在无家可归，只能硬着头皮说自己不会介意，于是堂而皇之的进了黑姐的家门，丝毫不客气的她专挑最贵的酒喝，还穿着昂贵的睡袍赖在她家整整3天3夜。最后离开时甚至把黑姐的睡袍丢进了垃圾桶。现在回想起种种相处的细节，简直可以用劣迹斑斑来形容安娜。如今安娜已经被国内的酒店拉入黑名单，并且有20多家被骗酒店已经联名把她告上了法庭。但安娜这个在美国出了名的诈骗犯可不会乖乖等着被抓，眼看就到开庭的日子，作为被告人的她却迟迟不见身影。法官认为这是安娜对法律的挑衅，立刻下令要将她捉拿归案。昨天还在满世界旅行到处炫富的假名媛，今天却惨到在地铁上捡剩饭。看着自己信用卡上显示负数的余额，安娜决定破罐子破摔，直接利用银行的漏洞进行诈骗。只见她乔装打扮一番来到银行，拿出之前给基金会申请的支票，写上低于犯罪标准的数额，将支票存进了银行，接着又跑到45公里外的分行将1500美金取了出来。就这样连续几次的操作，她再次成了一个小富婆。有了钱后，她又忘记了落魄时的样子。上车先是给出租司机20元小费让她闭嘴，随后又坐着头等舱来到洛杉矶。本着要住就住最好的原则，她来到了马尔蒙酒店，想都没想就包下了最好的总统套房，随手就是100美元的小费，让客房经理好酒好菜尽管上。服务员们看到小费就开始点头哈腰。就这样，安娜在酒店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直到所有现金都被挥霍一空。可手机里依旧不断传来各种催债短信，心烦意乱之下，安娜干脆用红酒配安眠药一饮而尽，同时还不忘拍张自拍发朋友圈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身处医院。医生认为安娜
娜有自杀倾向，劝她留院观察几天，可安娜态度坚定，拒绝配合治疗。医生转告她，现在门外站着大批警察，如果不配合，只能移交警方处理。安娜一听，瞬间停下动作。熟读法律条文的她知道，只要证实自己有病，自己欠的钱和法院的审判都会暂停延后。伴随着安娜落网，她的光辉事迹也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。之前被她骗的各个商业大佬也被爆了出来，一时间她成了欧美最红的诈骗犯。可安娜却死活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世，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创业者，因为一旦身世被曝光，那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是个诈骗犯。事情愈演愈烈，最终闹上了纽约最高法院，而安娜也一刻都没有闲着，知道一定会被判刑的她又有了新的计划。安娜用一桶泡面向狱友换了10分钟通话时间，她让闺蜜黑妹替自己找一个最顶级的明星造型师，她要在庭审当天用最扎眼的方式出场。黑妹一听就知道安娜想干什么，立刻帮她联系了造型师朋友，但对方一听是给诈骗女王做造型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请不到造型师，安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她又打电话给代理律师，让律师替自己置办好出庭的行头。可男人已经因为安娜的事情烦得一个头两个大，压根没心情多管闲事。到了开庭这天，安娜却因为嫌弃监狱服太丑，迟迟没有出现，让法官大人和陪审团等了足足半小时。在法官看来，这无疑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，于是告诉律师，在自己咖啡喝完之前，如果安娜还是没有出现的话，你的职业生涯将会再添一笔败绩。无奈之下，律师连忙找到安娜，求她换上新买的衬衫和西裤赶紧出庭。可安娜不为所动，除了晚礼服她啥也不肯穿，律师只能拜托记者去服装店现买一件。终于在上庭的前一刻，安娜如愿穿上了香奈儿套装，她昂首挺胸地走上法庭，想象着那里挤满了争先要采访自己的记者，可现实却让她大失所望。网友的热度已经在逐渐消退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女骗子最终结局如何。法庭上除了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外，再无他人。正式开庭后，律师竭尽全力想将安娜的行为定义为谎言而不是诈骗，但安娜的心思压根没有放在这上面。她回头和黑妹对视一眼后，黑妹立刻反应过来她的意图，打开相机对着安娜就是一顿咔咔猛拍。回去之后又以安娜的名字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交账号，将她在法庭上的穿搭都发了上去。看到即将入狱的人还有心思走红毯，安娜再次爆红网络，一时间她成了炙手可热的小明星。她穿过的衣服无一例外都会被人疯抢。从此之后，安娜在法庭上更卖力地展现自己的纯欲风，每次开庭不打扮的花枝招展绝不出现。纽约最高法庭似乎变成了她的个人时装周，不管律师如何帮她辩护，她都不在乎，怎么才能出尽风头才是她的目的。可尽管如此，安娜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最后一次庭审中，陪审团列出了她犯下的失踪罪：6个星级酒店的巨额逃单，4个信用卡欠款和支票套现，合计下来数额高达100万美元。最终她被处以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。她想到了会入狱，可是却没有想到会判这么久。监狱内，安娜情绪崩溃，哭着说自己离成功只差一步，好在她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。安娜凭借在法庭上走秀的照片火遍全国，影视老板嗅到其中庞大的商业价值，立刻以200万价格买下安娜故事的版权，打算将她的创业之路放到大荧幕上。而安娜出狱后，不仅能得到高昂的版权费，还能凭借电视剧的名气再次翻身。这部电视剧就是根据安娜索罗金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。30而立的她也从一个只会吹牛的假名媛，靠出版费摇身一变成为千万身家的富婆。